大多数人一生都不会明白，为什么我们努力工作却经常缺钱？为什么我们的工资在上涨，却永远跟不上物价的上涨？如果你也有同样的感受，请试着想想财富是什么。如果你觉得是钱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钱它只是货币，是用来买东西的，本质上这笔钱只是物质交换的媒介，它的价值取决于实际的购买力，所以货币不是财富。那么什么是财富呢？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，我们很可能会一直穷下去。让我们先看看穷人是怎么变穷的。很多成功学会告诉你，穷是因为你不努力、不上进、不奋斗。其实这些就是扯淡，根本不是这样的，是因为他们不懂经济学。我相信你一定见过很多每一天早起摸黑的打工人，你觉得他们不努力吗？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背负着沉重的包袱，艰难的向前。这背后真正的元凶其实是通货膨胀。你赚钱的速度根本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。我记得一个同学刚毕业的时候就想买房，那个时候的房价首付只要10万块钱，因为还差这点钱，所以呢他就想等等再买。结果这房价蹭蹭上涨的速度远远高于他升职加薪的速度，他就一直等到了现在，好不容易凑足了50万的首付，才勉强买了一套房。这通货膨胀不仅仅让物价上涨，钱贬值，而且呢会加速社会财富的再次分配，它会让我们的贫富差距被不断的拉大。咱们其实可以看看这几年全球疫情爆发，各国央行都印了很多钱，但是穷人越来越穷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钱推动物价，穷人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了，花了之后就没了。另一方面，富人越来越富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富人的手里都是资产，印出来的这些钱同样提高了资产的价格，所以越来越富有。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努力赚钱，努力存钱，变得富有就像一个水桶。我们认为只要我们努力往里面灌水，水桶就会装满，但实际情况是，由于通货膨胀的存在，导致桶下面有个破洞，每次你灌进去的水都会从这个洞里不断流失，它总是对这个桶永远也装不满。另一方面，富人不是这样做的，他们努力赚钱，把钱变成资产，然后用资产产生复利。他们不会把水倒进有洞的桶里，而是用水去换母鸡，在玩鸡生蛋蛋生鸡的游戏，最后他们变得越来越富有。看到这，我想你应该有了答案了。钱不是财富，那什么是财富？资产。对呀，有很多资产才能算拥有财富。我在很多年前就想清楚了这个问题，从那以后，我成了一个无现金主义者。只要我手里有钱，我尽量会把它变成资产。所以不要说贫穷是因为懒惰不努力工作，只是因为你不懂经济知识。更多财富知识，请关注我，让我们一起变富。